太上王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，林将军？钱贤他带着药物进宫时，被宁安抓个正着，现在被押在宫门外待加示众呢。钱贤，钱贤，钱贤，太上王，你来干什么？钱贤没事，我给他解释。几位听我说，这不关他的事，是我叫他出去买药的。其实，是我们南华宫中有人生病了，请不来太医，到御医房也拿不到药，所以才叫他出去买的。你不相信可以查看，那都是一些治疗寒症的草药。求你高抬贵手，放了他吧。太上王，你别再说了，真的不关他的事，都是我的错，放了他。太上王，不是我们不相信您的话，这可是陛下下的圣旨，就算我有天大的胆子，我也不敢放啊。仲豪在哪里？可能在御书房，我去找他。嘿，太上王！哎呀，老奴接驾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南华宫一直是这么荒凉吗？不是的，太上王和太上王后来之前，还要更荒凉些。太上王跟太上王后住在这儿，抱怨过吗？太上王和太上王后随遇而安，住得很安心，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。娘娘，陛下来这里有事吗？为什么要做刺绣拿到街上去卖？姑给你们的俸禄，难道不够吗？陛下，是因为前些日子玉儿不小心染了风寒，南华宫太冷清了，连御医都不肯过来，御药房没有御医开的方子，又没有办法拿药。娘娘和太上王是为了救玉儿的命，所以才……那你为何不来找姑？非要这么作践自己？我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抓药，为什么要去求你呢？宁卓，总有一天你会来求姑。没想到啊，这陛下也会到这儿来。林峰，到底仲华在哪里？臣也不知道。你们，快放了他！太上王，没有陛下之意，我们断不敢放人。放心，如果仲豪怪罪下来，我担着，放了他。谁敢私放人犯？宁公公，宁安，你放了他吧，他是无辜的。他私自携带药品进宫，图谋不轨，证据确凿，不能放。你就念在我在草原的时候救过你一命的份上，放了钱贤吧。救我！你们几个当初合起伙来陷害我，啊！救我是因为你们良心不安，现在想让我领你们的情是吧？不可能！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恨我，是我们俩的事，跟他无关。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你放过他吧。伯介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放不放他，加不加他，
都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好啊，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伯爵，你说什么？你也有求我的一天？好，求啊！你求得我高兴了，没准我就把他放了。求！宁公公，我伯介求你了，我求你放过钱贤。求人有站着求的吗？宁安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！林峰，太上皇，不要求这个狗奴才。咦，你还跟嘴硬？信不信我加你3天3夜？看你还敢不敢混手八道？不，只要你放了他，要我求你、跪你，都可以。只要你放了他。好啊，我不拦你，想跪就跪。太上皇，太上皇！哎呦，陛下您可来了！他们想私放人犯，要不是奴才拦着，他们放了钱贤。陛下，公说放了钱贤。放了，快！钱贤，来，快！钱贤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来，喝水。好，来喝点水。谢谢太上皇。以后不要再叫我太上皇了，叫我伯介，我们以兄弟相称。这如何使得？使得。太上皇，他呀，这是虚脱中暑啊，熬点小米粥调养调养，就没事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谁没带过家示众啊？没那么娇气。我这就去熬粥。好。来，快躺下。哦，来，来。木头，玉儿，你病好些了吗？我没事了，你看我不是好好的。你别再骗我了，我知道你强撑着。听说前几天，王后和皇英又欺负你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啊，我挺好的，真的。玉儿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我们俩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你说吧。跟我离开这里。哎，怎么这么稀啊？已经没有多少米了。哎呀，还有多少都放进去吧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钱贤在白帝的时候几次舍身救我，如今他身体虚弱，需要我照顾的时候，我却……宁主，我不想让他有任何闪失。那好，我去熬粥。宁主，对不起，让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只要我们夫妻能在一起，我不委屈。华公公，老奴啊，5岁
就净身入宫。这满眼看去的都是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。风光的时候呢，一群人捧着；失意的时候，一群人踩着。这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看透了以后啊，我已经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亲情、友情和爱情。可是见到你们啊，我又开始信了。太上王啊，您刚来的时候，老奴是特别的幸灾乐祸。您这个高高在上的太上王也有这一天。那时老奴就想啊，怎么折磨你，叫你比我过得更惨。可是你非但不惨，反而还很乐观。太上王，这是我自己省下来的粮食，让太上王后给太傅熬粥吧。那你呢？我要是饿了，那下3所还有馒头吃。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伯见一生难忘。太上王啊，您折杀老奴了。其实这冰冷的后宫，还是有温暖的。以后我们就把华顺当做一家人来看待吧。木头，你不要逼我。韵儿，我没有逼你。你还记不记得曾经答应过我，如果太上王回来了，跟太上王后团聚了，你就可以安心的跟我走。现在太上王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提这件事了？木头，我是说过，可是你也看见了，这个南华宫冷冷清清的，太上王和娘娘在这个地方过得真的很苦。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离开呢？我真的不能走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从来都是为别人想，替别人担心，担心太上王、太上王后。你什么时候为自己想过，为我们想过呀？木头，你听我说嘛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并没有怪你，你不妨也换个角度想一想。现在啊，陛下对太上王戒心很重，整个南华宫也危机四伏，你在这里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忙。如果你走了，他们反而少一个负担。太上王后可以救你1次，可以救你2次，那3次、4次呢？谁来救你啊？月儿，我让你离开，是减轻他们的负担，他们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艰苦。而且你离开以后，也可以照样回来看看他们。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在宫外接济他们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是个负担。哎，月儿，我说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木头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。你说的对，我留在这儿，真的一点忙都帮不上。我答应你，我们走。真的？嗯，那好，我们现在就跟他们说去啊。走。太上王，太上王后，我真心的爱着韵儿，我要把她带走。我保证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来爱她，给她幸福。请你们成全我。韵儿，你决定跟凌风走了吗？娘娘，我从小就跟着你。照理说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我是不应该离开你的。可是，
我想来想去，我确实帮不上什么忙，只会拖累你们，所以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跟林峰走。韵儿，我们没有嫌弃过你啊。英珠，让韵儿走吧，别让她在这儿受罪了。太上王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从来没有觉得跟着你们是在受罪，只是我自己真的觉得我在拖累你们，所以我才想要走的。你一直替我和英珠受了不少罪，紫嫣和仲豪，他们两个不敢轻易动我们，所以就常常拿你来出气。林峰是个值得你爱的人，你要好好把握，跟着自己爱的人走吧。你就跟凌风去吧，这样我也不用再担心你会被欺负。凌风是真心对你的，我相信他能给你幸福。太上王，娘娘，走吧。娘娘，那玉儿走了。走吧。娘娘，别哭，玉儿，娘娘，娘娘，别哭了，快起来。韵儿，跟凌风好好过日子。娘娘，凌风，你一定要善待韵儿。娘娘，您放心吧。走吧。娘娘，太上王，玉儿走了。走吧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月儿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娘娘。又不是不能见面了，以后还可以跟凌风进宫的。伯剑说的对，韵儿，跟凌风走吧。娘娘，那你要多保重。太上王，你也要多保重。娘娘，我走了。韵儿，韵儿，我的韵儿，韵儿。英珠，别太难过了。娘娘，我的韵儿。娘娘，快帮帮手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韵儿，你还是要留下来，对吗？木头，真的对不起。
知道，娘娘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，你肯定走不了了。木头，我答应你，只要娘娘的身体好一些，我们就……我明白，不用再说了。那我们就等一等。木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体谅我。我跟你说啊，要不是你这么善良呢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木头，能够认识你，真的是韵儿三生有幸。你对韵儿那么好，韵儿真的觉得好幸福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愿意等你，哪怕10年，甚至20年，我都愿意等。木头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傻丫头，哭什么呀？娘娘吃药了。哎，韵儿，怎么你没跟凌风走吗？你都这样了，我能走吗？又是我拖累了你。没关系，我想林峰他会理解的。韵儿，你命好，能碰到凌风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。你们两个虽然经历了这许许多多的磨难，但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会幸福的。娘娘，你的命也很好啊，太上王人那么好，那么爱你，那么痴情，你也很幸福啊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要是伯坚不生在王宫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是啊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就没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了。不过，现在这样也不错啊。虽然日子清贫些，但人却很自在。娘娘，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先把身体养好，然后呢，给太上王生一个王子，那我们南华宫不就热闹了吗？贫嘴。来，吃药吧。那一切就拜托公公了。哎，好说好说。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，一点小意思。哎呀，客气客气。哎呀，那告辞了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多谢多谢。哟，南公公，你有何赐教啊？我问你啊，刚才在院里头跟你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呀？哦，恩州太守。废话，我能不知道那是恩州太守吗？我就是问你，他找你干什么？哎，他玩忽职守，被相国弹劾，马上就要被罢官了。这不是让奴才在陛下面前替他美言几句。哦，这个事儿，2天前他来找过我。不错，可他嫌公公您开的价码太高，所以才转而来找奴才。公公，你也知道，奴才就是一个穷光蛋，没见过钱。他一来找奴才呢，奴才立刻就答应了。嘿嘿，哎，这不是吗？奴才趁着陛下还高兴的时候，就给他说了几句好话。他连降3级留用，为了感激奴才，给奴才送了点薄礼。宁安啊，你现在也学会翘行了啊！公公，您这此言差矣呀，愿买愿卖，两厢情愿的事儿，不存在谁翘谁的行。哎，公公您的价码高，人家出不起；奴才的价码低，也能办事儿，那自然就来找奴才我了。公公，你也不能怪到奴才的头上啊！啊，宁安啊，你现在可是让蓝公公刮目相看呢。
哎呦，公公您说这话，奴才可心里就没底了。哎，别一口一个奴才的，说不定哪天我见着你呀，我在你面前我也得称自己是奴才呀。哎，那可不敢，奴才的今天都是公公您给的。免了。哼。不过宁安啊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不能把你的路全给堵死了，将来你要犯点什么事儿，连给你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哎呦，这个呀就不烦公公您操心了。打落水狗的事儿，奴才我不是没经历过。哼哼，落水狗，哼。况杰，可有此事啊？陛下，那矿中确实驾为臣的马车出行，并与另外一辆马车相撞。可是据听说，是那车夫不依不饶，出言不逊，那矿中才一时火起，将其殴伤。至于他让都尉府拿人并烧毁马车一事，臣真的不清楚。那人现在何处？陛下，那人被都尉府关押了一夜，第二天回到家，伤重吐血身亡。什么？陛下，此事都是矿中一人所为，跟臣真的没有关系啊！陛下，那矿中敢如此横行霸道，可都是仰仗大司马呀！大司马管教下属不严，理应重罚。矿中杀人害命，按照我大魏律法，理当处死，请陛下圣裁。况杰，你门下出此恶徒，天理难容。孤令你立即把矿中处死，发放死者抚恤金。如有再犯，连你一并治罪。听明白了吗？臣遵旨。我为他做了多少事啊！替他背负不让太上王回国的罪名，遭到满朝文武多少唾骂，到头来他还是听信林斩的话，处死我的管家，罚我的俸禄，岂有此理！哎，大司马，您这就感觉到委屈了？啊，我呢，辛辛苦苦，鞍前马后跟了他多少年呐？可是就一个小小的宁安，哎，跟了他才多少天呢？就把他视为心腹，还用他来制约我，我想想就心寒呐！我林斩这个老匹夫，没办法。哎，谁让林斩是当年拥立他继位的功臣呢？他总感到啊，欠他个人情。我们也让他欠我们一个人情。哎呦，谈何容易哟！没什么不容易的。安乐侯嵇康，如今是不是有2、3岁了？啊？您的意思？您的意思是？林斩有拥立新君之功，我给他来个改立世子。改立世子？没错。这个事儿吧，先跟大将军商议商议再说。他巡视3关，暂时回不来，我等不及了。哎，大司马，当初我们可是攻守同盟啊！哎，大司马，我是怕大将军没有回来，我们擅自行动的话，大将军回来以后，会不会心里不痛快啊？蓝公公，你心里要有顾虑，我可以独自上奏。不，我兰恩哪是那样的人呢？大司马，您不是平时一直嘱咐我们，万事小心，做事不能操之过急。我怎么觉得您有点着急了呢？林斩那个老匹夫，
杀了我的管家，扣了我的俸禄，简直气到我头上了，我能不急吗？好，那我就听您的，咱们分头行动。宫中的事由我兰恩负责，朝中的事就全仰仗大司马您了。那就这么定下了。好，不过这个事儿吧，我们还要做最坏的打算。朝中的那些老头儿，着实不好对付啊。我心里有数。众爱卿，有本上奏，无本退朝。臣有本。大司马，起奏吧。臣启陛下，自太上王美人关被白狄击溃兵败至今，陛下登基已有3载，天下太平，国泰民安。白狄称臣纳贡，通商互市，四海臣服，万民欢庆。臣以为都是陛下治国有方。如今江山稳固，天下安宁。臣以为太上王伯建之子舒杰德行有亏，威望全无，而陛下之子安乐侯西康品行端正，聪颖贤德。臣启奏，恳请陛下定安乐侯西康为世子，保我大魏社稷，江山永固，千秋万代。众位爱卿有何异议啊？大胆旷劫！你为何出此无君无父、无礼之言？世子舒杰为太上王之子，先王之长孙，并无任何过失，岂能轻易废除？当年陛下登基之时，和太后及元老大臣们约定3事，其中1条就是不可擅自废立世子。你提出此意，难道是要陷陛下于不忠不义之境地吗？无耻小人，无君无父，天理难容。请陛下斩旷劫人头，以正视听。金殿之上，成何体统？大司马，孤登基之时与太后的约定你也知道，何以轻言废立？孤想你一定有自己的主张，说来孤听听。陛下，自古王位为有德者居之，太上王昏庸无道，没有治国才能，导致美人关兵败，几十万大军毁于一旦。陛下才德兼备，有治国之道。自古又有父为子承的传统。当初太后与陛下商约的时候，那时陛下尚未育有安乐侯西康，太后担心大魏江山无人继承，方才提出此意。如今江山稳固，安乐侯西康业已渐渐长大，理应将陛下的大位传位于安乐侯西康，而不宜传位于太上王的子嗣，这样于公于私、于礼于法都说得通。一派胡言，简直是谬论。陛下，当年美人关兵败，其实并非太上王一人之过错。当时满朝文武群情激昂，以为30万敌5万，稳操胜券，众口一词，逼迫太上王御驾亲征。结果兵败，就把罪过全都算在太上王一人头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满朝文武，包括陛下您，都是从犯。当年太上王失落藩邦，是怕白狄所胁，这才废了王位。世子舒杰并没有任何过错，他是众望所归的王储，绝不可轻言废立。陛下，
您当时登基之时，曾信誓旦旦永不废除世子，如今江山坐稳就出尔反尔。陛下如此行事，微臣不敢苟同。陛下，事出仓促，大家都措手不及，不如此事容后再议，让诸位大臣都再想想。此乃国本之大事，不是今日三言两语就能辩得清楚的。此事，今日暂且作罢，来日再议。退朝。陛下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无耻奸贼，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只要有我凌展在，你就休想动摇国本，另立世子。哼！无父无君之徒，还有何颜面站在朝堂之上？奸佞祸国，该杀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要理此等小人，免得惹祸上身。难道老夫怕他吗？呸！况杰大人已经向陛下提议改立世子的事了。没错，今日一早，况杰大人就上书陛下，提出改立世子。那满朝文武意见如何？娘娘，您可不知道，所谓文武百官都是些随风飘摆的家伙，临展强硬反对，他们就倒向那边。这个老匹夫，在朝廷上跟陛下唱反调，他儿子又在宫里跟本宫作对，处处护着太上皇那帮人，这两父子简直可恶。不过，娘娘请放心，依奴才看，陛下还是想立嵇康为世子。哦，是吗？只不过现在陛下还有些顾忌，只需要添把柴，加把火。本宫明白，那这把柴火就交给本宫了。哦，那就有劳娘娘了。黄英，在。前几日东湖进贡的雪山湖，挑2株最大的送给蓝公公和司马大人。诺。多谢娘娘。又是痛骂况杰阻止孤改立世子的折子吧？陛下，可不是嘛！况杰大人，这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。元老大臣们自然就不用说了，哎，就连封地的那些封疆大吏们，他们也跑来凑热闹。有这种事？这里有济州刺史的联名上书，陛下您过目。元老大臣们反对也就算了。他们跟着凑什么热闹？哎呀，他们还不是想博一个忠义双全的美名吗？哼，陛下，要说起来啊，这事儿啊也挺简单的。哎，这说到底，毕竟是陛下您自己的家事，这元老大臣们他们无权插手啊。宁安啊，你不懂，改立世子是家事这么简单吗？这事关系到国本，如果所有大臣众口一词反对的话，那孤还真要好好的掂量掂量。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陛下。什么事啊？夜深了，紫妍王后请陛下到紫宸宫休息。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姑随后就到。诺。那个凌展为何处处与陛下作对啊？
子言呐，他有他的道理。相国这个人，有时候有点顽固，但他的忠心是可嘉的。臣妾倒不这么认为。臣妾觉得，他仗着拥戴陛下登基之事，有些自以为是，倚老卖老。有吗？当然有。谁都知道，当年陛下登基之时，太后保不了儿子，就出了一个保孙子的下策。陛下勉强答应也是权宜之计。现在陛下的江山坐稳，西康又出生了，所以改立世子是迟早的事。那个临展，还要如此不通人情。哼，哎，要说这个临展，确实有点不通人情世故啊。陛下，不如废黜临展，改封一个相国。你的意思是？陛下可以封旷杰为相国，此人的能力也不在临展之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识时务啊。相国在白帝兵临城下之时，力挽狂澜，力阻迁都，推孤即位，而且亲自率兵击溃白帝，那是功不可没。像这样的功臣，满朝的文武跟百姓都会拥戴，郭又岂能轻易的贬斥或者加害？臣妾倒是觉得，那个临展有点功高盖主了。即便如此，郭也觉得可以忍让。那临展反对，陛下就不改立西康为世子了吗？